一直到我再次站在你面前，才知道这么多年以来，我都是一个天真的人。一直到今天为止，我都还对你、对这个朝堂抱有幻想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子舒，这是我的故事。从小我就明白什么叫家国天下，师兄弟们都说我是一个特别稳重的人，甚至比师傅还要稳重。从小到大我都活得一丝不苟，不管是练功还是玩耍都极其认真，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不应该叫稳重，那是心事重。从小在父亲那里就被灌输着这么一个道理，我肩扛的是天下大义。那时候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天下大义？再看看身边的晋王世子，再看看座位上的老师，我好像又懂了些什么，又好像看不懂这些东西。我只是知道这是世人们的至高理想，是我这辈子必须要担负的东西。可是不知道怎么的，父亲突然就不见了。大家都说他出远门了，你们又骗我，我知道他死了。不久以后，师父就把我带上了四季山庄，这真是个好地方呀！四季如春，鸟语花香，山下还有一片桃花林，风一吹，花瓣掉下来，一片片的，特别好看。师父在这里教导我要练好武艺，将来整个四季山庄都是我的。可我想，我不要，我还要匡扶天下大义呢。一转眼10几年过去了，身边的人来了又走，师父最终也撒手人寰，我成了四季山庄的少庄主，带着81个师兄弟。那年我才16岁，面对着江湖上的纷纷扰扰，年少的我还无力支撑起四季山庄这块招牌。这时候，原来一同读书的晋王世子忽然传来一封书信：来吧，出山吧，跟着我干。他早就不是那个每天傻乐的小屁孩了。老晋王死后，他承袭了爵位，成为了西北真正的王。只是我不知道，他信中说的那个平定天下的抱负，和他小时候常跟我说的那个天下正义的抱负，还是不是同一个？但他也毕竟是我的表哥，亲情和大义之下，我只有一种选择，不由得我不出山。所以我关了四季山庄的山门，带着81个师兄弟出山，加入了天窗组织。这是一个杀手组织，是一个活在黑夜的组织。在暗无天日的那几年时间里，我为晋王铲除异己，好人我杀，坏人我更要杀。杀了多少人我都不记得了。他们认为我是这世界上1等1的麻木之人，可是谁又知道我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天下苍生。他们又说我是这世上最清醒的凉薄之人，我笑一笑不置可否。人生短短几十个秋凉，不过是大梦一场。什么江湖纷争、朝堂争斗、钱财权力，这些于我来讲都毫无意义。为了达成我心目当中有意义的那个大义，那些肮脏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。所以我杀人的时候，历来都像个旁观者，冷血无情，没有是非良善，不辨善恶中间。可是我很痛苦，我的痛苦来源于我太清醒。我可以为我心中的大义杀人，可是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81个师兄弟一个个的死在我的眼前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不想再这么清醒地活着了。那天我杀死了师弟秦九霄的岳父，毒死了他的心上人。师弟见我久久未归，以为我出了事，就舍命来救。我亲眼看着他死在我的面前，却无能为力。当初带着81个兄弟效忠晋王，就是为了保护他们。可是为什么我却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在我的面前？没有人能够救赎我，只有我自己能够救赎自己。于是我给自己钉上了7窍3秋钉，自废武功，想用人生中的最后3年做个乞丐，讨几碗清酒，就这么吃吃喝喝的了却残生。却没想到一个能救赎我的人出现了。说真的，一开始他挺烦人的，我是一个要寻死的人，你天天跟着我转来转去干什么？可是后来发现，原来他那冷血无情的外表和咄咄逼人的话语之下，存的是一颗良善的心。我们一同经历了江湖上的风风雨雨，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门派的消亡，我们的关系也慢慢升温。我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？一直到去龙渊阁探险，我才突然发觉，他原来是我的小师弟呀，那个甄家的小屁孩。小的时候我救赎他，现在他救赎了我，是他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，让我找回了曾经有过的天下大义的理想，也让我今天重新站在了你的面前。有些事儿就在今天做个了断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万，这是人物系列的第2篇。我一直在想怎样的语言才能表现出一个表面高冷、内心一腔热血的人物呢？周子舒这个人物，按编剧的话讲，如果你用 Photoshop 打开周子舒，你会发现他是2000个灰色的图层叠加出来的。这句话特别符合这个人的人物特点，一个从小以天下正义为己任的人，却沦为一方势力的刽子手，杀人杀到麻木。他自己极力要保护的人，却一个个的死在自己的面前。一个内心需要被救赎的人，却喜欢处在保护者的位置去拯救别人。他活着就是一个矛盾体。
如果说温客行身负的是单纯的家仇，那周子舒的则更像是复杂的国恨。相比起来，周子舒的个人特点更难以琢磨。希望我表达的呢，能让大家满意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之后呢，我会开启一个全新的策划，请大家期待吧。那么请大家点赞订阅，再见。